手！殿下，这小子毫无羞耻之心，居然还敢来登英王府的大门！今天必须好好教训他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殿下，求您救救三娘。韩世元，本宫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不懂珍惜。如今，你拿什么来求我？殿下，殿下，只要你肯救三娘，世元这条命就是殿下的。从今往后，无论您叫我做任何事，世元绝无半个不字。还敢纠缠殿下？够了！你倒当真是个情种啊！为了他，连生死都不顾了。可惜，严三娘的毒并非本宫所下，本宫亦不知该如何救她。你既要与她生死相随，那便一起死远点，别在这污了本宫的眼。杨掌事，把她扔回严府，别让她死在本宫这儿。是。殿下。殿下，殿下！先王殿下，这严阔胆小如鼠，难堪众人。倒是他家的几个女儿，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。只是此次严三娘中毒，不知是英王所为，还是陈火娥。如果严三娘真的中毒死了，那恐怕英王和陈火娥就扯不清关系了。其实是不是英王都不重要了。沈度定会为了他的妻姐站在我们这边，就算他沈度依旧愚痴，不跟我们站队，那英王殿下也不敢再信任他了。老师啊，这些年你有多少事情瞒着我做的？殿下，老夫知你仁善，可成大事不拘小节，可谓无毒不丈夫。你出身在皇室，定然摆脱不了权谋人心呐。就连当今的太皇太后，当时也是步步为营才能坐稳如今的位置。当年太子之死不明不白，如今又放肆！老臣失言，但老臣对先王之心，天日可表。老师，这些年来，你护本王全权之心，做的这桩桩件件，都是要为本王铺路。本王自然知晓，但是本王真的不想看到同室操戈，家人相争。若非要如此，这个摄政王不当也罢。先王殿下，您可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呀！您是当朝的贤王，今后定会坐上我大仓摄政王的位置的。老夫做的这桩桩件件，都是为了您，贤王啊！糊涂啊！糊涂啊！老师，这权之一词，便真的值得人去迷恋吗？大哥领。大哥领可是在为夫人的事忧心？妄言。是，属下妄言。不过，属下好像知道，夫人昨日究竟是因为何事，彻夜在刑部劳心。严梦洁昨日来找过属下，
他托我帮他翻阅一下府上的档案，听说这严家三娘身中剧毒，貌似是火娥门的破茧成蝶。破茧成蝶？是，严府上下这两人弄的是人仰马翻，正是因为此事。严府上下人仰马翻？怎么我一句也没有听说？那恐是夫人不想劳烦您？连严墨杰都知道，除了是要找你帮忙，他能不知道找谁帮忙？那夫人就是有自己的门路了。属下听闻，夫人今日还去宫中找了医官，听说还给他们看了一张出自御茶司的解药药方。据说那是陈火娥审讯时的供词。御茶司，陈火娥。属下已经询问了那名医官，他说这解药有80%是真的，只不过这药中有一药引，很是要命。什么药引？是镜像人的心头血。人呢？你们来府连个活人都没有吗？大哥领，这来罗之又是在故弄什么玄虚？既知是故弄玄虚，何必焦躁？在这儿待着，我去后面看看。大哥领，无妨。来中丞，部下如此繁复大局，不就是为了引沈某前来？怎么，我来了，你却躲着不敢现身，这和你平日叱咤朝堂的作风不相符啊！不慎叨扰女眷，沈某唐突了。大阁领第一次来我府上，就在后院追逐女眷，若是流传出去，就又是一桩笑话了。来中丞，收了你这些唬人的东西吧。这些撑门面的雕虫小技，自是不入白无常的法眼。不过今日沈大阁领无故擅闯我来府，总该给我一个交代吧？我若不来，你会把镜像人的心头血给我吗？此话从何说起？你故意给严三娘下毒，让严姓拿到药方，自然是手里留有陈火娥的心头血，才做诱饵交换。大阁领所言只是你的推测，
来某可是一句都不认。不过，这镜像人的心头血，来某好巧不巧，还真有一瓶。大哥领，不可！怎么，嫌我来福水脏，还是担心有毒啊？来某一向对大阁领青睐有加，大阁领大张旗鼓，带着内卫闯了来某府邸，若是今日出不去，亦或是出去之后不久毒发，我倒是真不好跟太皇太后交代。镜像人的心头血在哪儿？就在这茶杯里。你快让大哥领喝了。你将镜像人的心头血封在这茶杯之中。来某也是特意找了来自西城的能工巧匠，才做的这么一只心头血的茶杯。其实，你们要找的东西一直就在眼前，可你们却对来府避如蛇蝎，连口茶都不敢喝。其实，来某也不是那么不值得信任，不是吗？如今这世间，镜像人的心头血举世罕见，这杯子更是巧夺天工，自然不会白给。来中城布了这么大一个局，诱我前来，有什么要求，直说。跟聪明人说话就是省心省力，其实也没什么别的要求，只需大阁领记下我这份人情，日后自然是要加倍奉还的。那就别无他法了。只能看大阁领对爱妻是否真的深情如丝，连妻姐都要赌上未知的承诺来相救。沈某，记下了。大阁领，不送。我实在不懂你，费尽心思摆这一番周折，先下毒又给解药，还要我在沈都面前露脸，你到底图谋的是什么？你不必懂。我不必懂。我们这一大家子，为了你所谓的远大抱负，
付出的还不够多吗？如今，我连问一嘴的资格都没有了。是我不对，姐姐，我刚心急了，我怎会不晓得你的苦？我所做的这一切，就是为了让我们所有人的付出都得到应有的回报。给严三娘下毒，可以引得贤王、英王、内卫府三方猜忌，这个目的已经达到。至于沈度，他着实是最不好对付的。内卫府跟沈府都围得铁桶一般，插进去的细作也都被拔除了。沈度是贤王的人？不，沈度一向在朝堂保持中立，既不占贤王，也不偏英王，跟我更是井水不犯河水。他越是小心翼翼地保持平衡，太皇太后对他也就越信任，对我们要做的事也就越不利。那为何不干脆杀了他，或者直接跟他提要求呢？未知的承诺才最可怖。我就是要让他心底生出不安，生出恐惧，生出瞻前顾后的犹豫。等恐惧在他心底生根发芽，总有一天，我能让他发挥出比死更大的作用。六娘，六娘，所有药材都已经备齐，就差一位镜像人的心头血了。可是张相那边，你爹碰了钉子，永安公主那边世元又挨了打，娘真的是没有办法了。娘，求求你，求求你再想想办法。母亲，你这是干嘛呀？你这不是逼我们六娘吗？他已经在到处想办法了，都累成这个样子了，还能想什么办法呀？还有，大哥岭。你快闭嘴吧！我闭什么嘴啊？那陈火娥就是白无常杀的，现在报应到我女儿身上，我为什么就不能求求白无常，让他想想办法？就算蔡薇曾经对不起他，可不管怎么说，如今也是他的妻姐呀。话说的没错，是我来晚了。大哥领，这是解药的药引，镜像人的心头血就在这茶杯之中。多谢大哥领救命之恩呐！快起来！我与六娘夫妻一体，严府的事，就是我沈某的事。解药要紧。多谢大哥领，我这就拿去多谢药。大哥领，快！蔡薇有救了，蔡薇有救了！来。六娘，什么时候我才是你需要帮助时的第一人选？我等到岁月开出花，冰雪慢慢融化。我听到那温柔的话，六娘，他对她说：“哎呀，
来罗之说的话真的可信吗？他给的心头血是否靠谱？任何人的话都不可完全确信。沈渡，我有一事要告诉你。此时不说，怕以后没机会了。你可知道，张相非要严家之女与你成婚，是何意图？张相以爹爹和全家相携，定下这门婚事。本该是三娘嫁给你，后来我替嫁进府，张相依旧让我想办法，做他和贤王在沈府的眼前。但我从未真正帮贤王党做过害你的事儿。我知道，我相信你是不会害我的。你知道？你真的信我？六娘，既然你从来没有做过对我不利的事情，就不必愧疚。日后再有什么心生疑惑的事情，直接来问我，可好？你这是在做什么？你快吐出来！快吐出来！吐啊！吐出来！快点！你能替你三姐试药，我自然能替你。谁让你替了？我会用内息将药力遍布全身，若片刻之后仍旧无恙的话，你三姐便可安心服药了。你怎么这么傻呀？我替三姐试药是虚情应当的，你算怎么回事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你的伤才刚好，你怎么能如此冒险？喝下去之后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？有没有哪儿难受啊？到底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你快说话呀！真的没事。来罗之既然有意引我过去，给的东西应该就是真的。只不过他没有想到我会亲自试药，要不然的话，真会放他要命的东西进去。吐！我看看。哎呀，没被毒药毒死，倒是要被你给打死了。药没事，赶紧去给你三姐送药吧。回去。快点！别担心，很快会醒的。这已经1个时辰了。娘，紫薇，你醒了。娘，三姐，你醒了。梁娘，
父亲。哎，韩郎呢？三娘，韩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父亲，父亲，英王殿下送了个礼盒跟帖子来。英王殿下，快念。本宫闻韩郎与严三娘间谍情深，死生不弃，此情灼灼，何比浓矣！堂弟之华，令本宫感怀生羡，亦有成全美意，浓情之至，天不可违。特赐美玉如意，祝永结同号。看来，燕王殿下这是打算不再纠缠韩郎君，成全你了。六娘，可有不舒服？哦，没有没有。来罗之为何要这么做？下毒又解毒，都这么一个圈子，所谓何来？他的目标或许不是你三姐，而是我。他要设局，握你把柄，卖你人情。那你可有被他威胁什么？答应了什么？放心，没事的。反倒是你三姐，平白撒着无妄之财。所以，一心追求正义，查找真相，真的会给身边的家人带来未知的风险。可是，我们选的，注定就是一条荆棘之路，不是吗？既然选定了，我便绝对不会后悔。既要遵循本心，还要拼尽全力护好身边的人。六娘，以后专心做你认为对的事。我护你，还有你家人无恙。深度。大纲领，何事？是送夫人回府，还是去内卫府？沈府。是。撤。刚才你想问我什么？没什么。沈度，你护我，帮我，支持我。那在你心里，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？
你……哦，你先早点歇息吧，我温会儿书。温书？哦，女官考核之期就要到了，我在太皇太后和徐内司面前立下了军令状，以书令史之名参加考核。若是落榜了，我可就是连书吏都没得做了。如今三姐的毒已解，陈火娥一案也已了结，此时不挑灯夜战，更待何时？所以今天晚上你进进出出搬了那么多东西，就是为了借我的灯温书？对啊，你不正好喜欢光亮吗？省了好几盏灯呢。那就祝你考取功名，得偿所愿。借您吉言。难得你主动相约，可有喜事啊？那个，谢谢你啊，严家娘子的毒解了。你那方子是真的？当然，我给你的方子怎会有假？我何曾骗过你？你明明……好吧，是我自己一直自说自话叫你鬼面凶的，你也确实算不上骗我。总之，多谢。多谢。就这2个字，恐怕不够。那你想怎么样？这话不该你来问我，是你该好好想想，你打算如何谢我？陆锤锤，陆锤锤，在这儿。锤锤，锤锤，锤锤，你怎么了？古板，我以为出什么事了？没事，我脚麻了。脚麻了？你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你出什么大事了呢。古板，你送我回家好不好？来，慢点。你干嘛？你不是说脚麻了吗？我背你啊。古板，你说，如果有一个人平时穷凶极恶，人人喊打，但是他偶尔也会发善心，也真的会帮助别人，他是好人吗？值不值得交朋友啊？朋友都是自己找的，只问心，不问人。如果你认定那个人是朋友，而且他是个好人的话，他不会伤害你，那自然值得。只问心，不问人。
小迟迟，待你收到此信时，大约我已经在参加6部的女官考核了。这一战，我可谓破釜沉舟，赌上了刑部女官的前程。但我想，我不会辜负太皇太后和徐内司对我的信任，也不会辜负他对我的帮助。那你呢？我？哎呀，我无所谓啦，反正我已经有个8品姐妹了，我落榜也无所谓啊。吹吹，你上榜了，终于上榜了！这回你不用爹爹花银子请先生，完全靠你的学识上的榜。虽然最后一名，但是啊，爹爹为你高兴。哎呦，我的宝贝女儿哎！大高岭，夫人此番官升刑部令史，官职可比属下高了。不服？哪里，心服口服。好了。爹，调令里面只字未提严家。看清楚了？啊！一行行仔细找过了，没有。张相亲自签的调令，前往大漠戍边的官员里没有严家。太好了，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呀！我严家总算逃过一劫，逃过一劫呀！六娘，今日咱们严府可是双喜临门，双喜临门呐！晚上吃点好的。好，好，好。娘。六娘已经嫁出去了，三娘呢？这也马上成婚了。四娘啊，你说你执意不肯跟随夫家回去，留在严家有何出路啊？郎君来请我归家，不过还是要回去，过那表面光鲜的凄凉日子。为这夫家和严家的颜面，与之前又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为何不能像六娘一般，专心求学，考取功名仕途，哪怕只是做个绣娘，都是凭自己的双手谋一份出路。可这女子和离，终归是会遭人脸色，整个严府上下都会面上无光，就连你这些姐妹们，也会因你遭夫家小瞧的呀。父亲，女儿从小就听您耳提面命严府的颜面，严府的颜面固然重要，但若以四姐一生的幸福来换，代价未免也太大了。这段日子，我们严府历经磨难，桩桩件件都不是靠颜面挺过来的。哎，夫人，你坐，你坐。父亲，韩郎自不会因为四娘和离就看轻于我，想必大阁领也不会因为此事小瞧六娘。只要我们全家都不小瞧四娘，那又有谁会看轻她呢？采薇说的是，郎君，如今咱们好不容易一家人在这香安城得以过清静日子，又何必为了这一丝颜面，再让孩子们吃苦受委屈呢？女大不由爷，这将来如何，便由你自己决定吧。
谢谢父亲。金藏来了呀！严博士，快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一点薄礼。严博士，恭喜恭喜！里面请，里面请。来，咱里面坐。六娘，你小舅舅。哎呀，张侍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张侍郎，上座，上。错了。世元，我这次来只是……你自然应该坐南方宾客这边。啊，对对对，南方，南方，对对对，自然是南方。吉时怎么还未到啊？六娘，你爹真答应四娘合理之事啦？难得他把子女的事儿看得比颜面还重要。好事啊！那到时，等你合离之时，你爹就驾轻就熟啦。你跟白无常3月之约马上到期了。啊，让你提前做准备，你不愿意？你说这白无常，到时候不会为难你吧？哎，白无常怎么还没来？来中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客人都没到齐，这就要开始了。来中城不来，怎么会开始啊？怎么，我跟沈大阁领严博士同朝为官，这婚宴沈大阁领来得，我就来不得？再说了，严三娘此前中了陈火蛾剧毒，可是我提供了解毒药引，也算是救了严三娘一命。此时来讨杯喜酒喝，有何不可？讨酒喝，自然是要给的。沈阁领，来中城，有失远迎了。今日是舍弟大喜的日子，二位能够前来祝贺，真是感激不尽。不如大家就先入座，坐下后再叙旧，可否？好了，贺礼待到，我就不在此叨扰了。沈大阁领，告辞。哈哈！诸位今日能来参加小女的婚事，蓬荜生辉，蓬荜生辉啊！是啊。大家入座吧。入座，入座。请坐。
及时到。好啊，好啊。文官调令，张相并没有找我父亲的麻烦，是不是你出手帮的忙？没有。真的？谢谢。甘南道急报！撤！甘南道急报！太皇太后，甘南道快马急报。甘南道，瀛州刺史莫千之上书陈情，说甘南道地区近期多起半面鬼吃人惨案。什么？据说这半面鬼在人昏迷时作案，且一次只吃人身体的一个部位。被害人醒来后发现，自己四肢不全。荒谬！朗朗乾坤，怎可容此祸患？初看之下，着实可怖。可臣细细想来，却与之前的陈火娥案有些异曲同工之处。哼，装神弄鬼，怪力乱神。太皇太后明鉴，真相不明才会流言满天。臣以为当务之急，应是派遣得力人士速速前往甘南道，协助莫千之查清真相，平息流言。马儿，那你觉得派谁去最合适呢？太皇太后心中，怕是早有决断了吧？你呀，太皇太后，他们到了。臣沈度叩见太皇太后。沈大哥领。沈爱卿啊，你看到没有？又有人想利用甘南道恐慌，引发骚乱。哀家记得，你与瀛州刺史莫千之昔日还是有些渊源的，故而此番派你们夫妇一同前往甘南道，彻查半面鬼吃人之事。
臣领旨。严令使请留步。把锦缎如袄给严令使。上来吧。太皇太后念你二人新婚不久，就要前往甘南道办案，特地让我备了些防风的锦缎如袄，供你挑选。这是太皇太后给你的密诏，打开看看吧。严令使，记得哀家曾问过你，要什么赏赐？但求太皇太后以后称呼六娘为严淑丽，而不是沈夫人。你不愿顶着沈夫人之名，想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刑部女官。哀家今日之托，就是要你行女官之责，为刑部所用，为哀家所用。严令使，你明白吗？臣明白，臣接旨。甘南道鬼神乱象之案频出，哀家恐瀛州刺史莫千之已有异心，命而前行秘密探查，辨其行迹，确认朝中有无同党私通，待红与辉哥飞至，可传信矣。太皇太后下此密诏，莫非她怀疑的同党不是别人，而是沈都？而她单单下给了我，是以猜出我们成婚是假，还是有意考验我？你笑什么？沙洲进贡的锦缎如袄，绣样素来精美无双。我是笑你留下来挑了这么久，却偏偏挑了这么一件，真是辜负了太皇太后的好意。这样的修养在香安城随处可见。太皇太后是赏给我穿的，我喜欢便行。我倒觉得这绣样精巧大方，非要堆砌花纹才是俗不可耐呢。罢了罢了，既然是赏给夫人的，夫人喜欢便好。若莫千之确有一心，他又该如何呢？我就说嘛，我这个徒弟怎么突然间要请我喝茶呢？原来是想跟我打听瀛州刺史莫千之，这个你应该去问你那位夫君呢，你来问我，那可是舍近求远喽。为何？这莫千之本是沈度之父沈秉烛的得意门生，入室弟子。难怪，原来他们早就相识。何止是相识啊！这莫千之本是个栋梁之才，仕途大好。直到后来沈家犯下大案，他舍命为老师御前喊冤，还力保沈度不死，冲入罪容所，而他则被发往边塞，从此升迁无望啊！哎，可惜呀，可惜呀！哎，
你今日前来找我，怕不是莫千之卷入什么案子了吧？你别忘了，你师父我虽然是隐退了，但是那点儿查探琢磨人的本事还在。你是在担心查一个人又牵扯到另外一个亲近的人，师父我猜得准吗？师父，我还是学艺不精。凡事要查明真相，都难免要经历你现在的过程。再小的细节也罢，再亲近的人也好，首先不要去怕怀疑，要敢于去正视他们。信任，也可能也是一种追查的力量。好了，你想知道的都知道了，再给师父沏壶好茶呗。好嘞，师父。这还差不多。好嘞。沈都要去甘南道。瀛州的东西，相爷放心，东西早就处理干净了。沈都要去，便让他去吧。当心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相爷，莲台的那封信不见了。什么？信不见了？属下已经查过，那封信确实不知所踪，而且那封信失踪的时间恰好是弘文馆考学，沈大革领执掌京畿护卫之后。好你个沈都！难不成你还要把当年沈府的旧案翻案不成？快点啊，手脚麻利点。你要的东西我可都给你备着啦，不过有几样实在是找不着。但是，我从我爹的当铺还是给你找着了。那陆伯伯能同意吗？当然了，我可是他宝贝女儿，他当然得同意了。哦，对，徐帅说他有任务要执行，没办法来送行，让我提醒你，他给你的令牌可一定要带好。如果遇到什么情况的话，可以寻求当地医疗人的帮助。哦，对，差点给忘了，你的楚旧好友小迟迟的亲笔来信寄到刑部啦。看看。小迟迟说他已经在去瀛州的路上，那正好这一次我可以把准备好的礼物都带给他。师傅，你要的那些珍奇玩意儿都运到了，徒儿厉不厉害？那个送完了我们就走了啊，一路平安。师傅，走啦，路上小心啊，师傅。这些奇珍异物干什么用的呀？都是朋友义气。朋友，这么兴师动众。此行就一辆拖车，负重有限，我们都轻装出行。不必备的东西舍下吧。大哥领，你不用担心拖车的问题，我刚去调了2辆，甭管夫人有多少行李，管够。此行是公务出行，不是外出会友，只带必需品。这些都是必需品啊。六娘，大哥领，六娘，我来送东西了。这个跌打损伤的药，腊肉咸鱼，还有这是李三姐你爹。阿娘，我们这次只有1辆拖车，负重有限，只能带必需品。拖车不够吗？你爹那儿有1辆，现在就能拉过来。不用客气。 ，
景林，是。刚才调的那辆车呢？我应该快到了，我去看看。走。刚刚不是说不让加车吗？大哥，你说要就是不要，说不要就是要，早就跟你说过，这活不好干。快走。六娘，边塞苦寒，你又是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，万事都要小心啊！如果真的遇到困难，千万别逞能，保住小命最要紧。阿娘，我是去查案，又不是去打仗的。你记得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还有，告诉爹爹，朝中纷争能避则避，一切等我们回来之后再说。哦，若是有难事，记得写信过来。都懂，家里的事儿你就不用担心了。倒是你们在外面，万一遇到什么事儿，我们帮不上忙，你们可得相互帮衬啊。岳母放心，小婿会照顾好夫人的。那就好。撤！醒了？我还以为以夫人的熟睡程度，能一路睡到瀛州呢。我是昨晚没有睡好，我平时也不这样。哇，城外风光果然与相安不同。夫人，怎么了？哦，没事没事，我就是看一下风景。我能读一读吗？停车！你们几个周围警戒，都背过去。是。若有不适，要及时跟我说。谢谢。我是怕你吐在车上，弄脏我的车。我会
会注意的。可你们那位府的马车驾的也太差了，一路上左弯右绕的。自从出城起，就被各路人马紧盯，不急行换道，怎么甩开那些探子？有探子，北侧、西侧树林，急行换道。是。想不到我们此行竟然有这么多人盯着。瀛州之行，恐怕没那么简单。内卫和马车队按原路线行进，确保甩掉所有暗线后，再到山阳城与我们会合。吁！记住我说的，任何人不得打扰他们俩休息。您放心。大哥领，夫人，房间已经准备好了，二位用餐完以后便可以回屋休息。景莲，行李还未到吗？夫人，行李车就得晚一点到了，大约得有半个时辰。大哥领，夫人的行李车里都是给您准备的药膳食材。你是说，他带的那些大箱子，全都是药膳？对啊，都是夫人从各地搜罗来的药膳食材。夫人故意不告诉你，估计是知道您不吃药膳，必不肯带上。什么人？过来！师傅，师傅救我！救命啊，师傅！齐野云，幸好师傅出来了，不然我脖子就要被他掐断了。我看看。沈度，你对一个小孩下手也太狠了。哪家小孩三更半夜在别人客房门口鬼鬼祟祟的，肯定是非奸即盗。哦，你不也是深更半夜在别人客房门口踱步，脚步声吵得我都睡不着？你也是非奸即盗啊？我是晚上吃多了，
消消食。啊，景林，怎么甩的摊子，连个小孩都能跟上来？是属下失职。我不用跟你迷路啊，我只是偷跟你们到了城外，趁马车没人的时候，我偷偷溜进了车里。我藏在马车座位下的雕花柜里，就一路跟到这了。师傅，我是不是够格做你徒弟了？我想跟你学本领，成为像你一样的探案高手。师傅，你就收下我吧。打住打住，你别喊我师傅，你叫我姐姐吧。学习本领得从长计议。既然你都跟到这儿了，那就住下，到时候随我们一起回香岸。谢谢姐姐。景林，还有多余的房间吗？有，属下这就去安排。景内卫，谁同意你安排了？也是。你我二人同时受太皇太后委派查案，怎么，我连安排一个随行人员的资格都没有吗？姐夫，我不住房间也可以的，只要你们肯收留我一起住柴房睡地板，我都可以。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姐夫啊，姐姐说了，不让我喊她师傅，让我喊她姐姐。既然我喊她姐姐，那是不是该喊你姐夫啊？难道不是吗？若是不喜欢姐夫这个称谓，那我叫你沈大格岭，沈大侠。都不喜欢。此次是公务出行，不养闲人。你这小身子板也干不了重活。哼。景林，是，属下这就把闲杂人等赶出客栈。谁让你把他赶出去了？从今往后，他跟你住了。我顺便操练操练他，免得吃闲饭。什么啊？让你带个小孩这么困难？属下遵命。小孩，请吧。姐夫，姐夫，我不想独立。这大白天的，府衙大堂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大格岭到，你们瀛州府是无人值守吗？瀛州司马比丘见过沈大格岭、严令使，下官不知二位到来，有失远迎。无妨。你们莫刺史呢？回大格岭，莫刺史外出公务去了，也差人去叫，马上就到。莫刺史到。下官莫谦之，有失远迎，多有得罪。莫刺史，刚刚是不是在办案接触过尸体？你怎么知道？经常接触尸体的人，难免会沾惹一些尸气。想必这位就是闻名香安的奇女子严令使吧？严令使品茶入微，下官好生敬佩。这香安到瀛州距离甚远，严令使又是女子身，想必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吧？多谢莫刺史关心，一路顺利，不算辛苦。师兄，近来可好？沈大格岭，折煞下官了。
下官失职，近来案件堆积成山，实在是没来得及给大家准备接风宴，都是为百姓计。不如今日我们就先查案，早日破案，百姓早日安心。诸位意下如何？这怎么能行？大革领千里迢迢赶来，就算没有接风宴，也至少应该备下茶水，好好迎接才是。你现在什么都没有，这难道不是对大革领的不敬吗？无妨，本就是来查案的，不是来出游。早一日结案，我们也能早一日回襄恩复命。青林，你带安云先去吃个便饭，我与严令使去查案即可。是。境内卫，请随我来。大革领，这是此案的卷宗。哎，那下面可是无头尸，当心吓到你。他胆子大得很，你可别小瞧我这位夫人。死者名叫李凯祥，嫌犯是他的弟弟李凯瑞，二人喝酒起了争执，弟弟喝多了以后昏睡了过去。等醒来的时候，发现哥哥的头已经不见了，至今都没有找到。可是有什么发现？从死者血液凝固的状态来看，死者被割下头颅的时候，应该还活着。活着被割下了头颅。目前来看，只有2种可能：一种是死者临死之前处于昏睡状态，凶手一刀致命；另一种是凶手是一个顶尖高手，在死者能力不及凶手的情况下，死者被人割下头颅。但我刚刚看过，死者的皮肤没有任何淤青，5座剖腹查验也并没有任何内伤，基本上排除了第2种可能。真是绝妙的分析，英雄所见略同，刑部第一女神探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阿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严令使，好久不见。